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本月召开的 G7 峰会上向中国喊话，表示希望重启与中国的对话，澳大利亚随时准备坐下来谈。自从美国提出要重返亚太跟中国打贸易战以来，澳大利亚为了配合美国老大哥的步伐，一直就没停止过搞事儿的步伐，蹦跶得越来越厉害。澳大利亚在本月先是在日澳2+2会议上对我国台湾等问题指手画脚，并附和美国在新冠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后又是派出2艘军舰和美国一起穿航我国南海，并且喊话美国增兵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战争。没过几天，莫里森又开始变换立场，再一次向中国求和。不得不提的是，这已经是澳大利亚自2021年1月起第10次向中国求和了。澳大利亚有一种动物，袋鼠，澳大利亚的政客也很像袋鼠，一下子跳到这里，一下子又跳到那里，狂躁得很。比如在今年4月的时候，澳大利亚高官在看到中美之间就台海问题争执的时候，就以为澳大利亚可以浑水摸鱼，有利可图，主动跳出来做前锋，说什么战鼓已经敲响，澳大利亚已经做好准备去战斗。中国也是看到澳大利亚的顽固不化，直接在5月份的时候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澳大利亚高官见状，才又跳出来自打嘴巴向中国求和，为之前的挑衅言论找补。要知道，自2015年中澳自贸易协议生效以来，澳大利亚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占了太多的便宜。中国是澳大利亚农产品的第1大出口国，澳洲有2/3的农产品出口订单都是来自中国。而在现如今中澳贸易趋冷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方全年已损失了约493亿。在此期间，澳大利亚也曾向其盟友求助，以求可以恢复和中国的贸易。但是澳大利亚的盟友显然不像澳大利亚一样只有袋鼠一般的脑子，不但没有帮助澳大利亚，反而还趁着中澳关系恶化之际加快速度抢占澳大利亚的在华市场。和澳大利亚的盟友一样，澳大利亚把背信弃义当作常事。澳大利亚看不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帮助，或者说看得到但觉得理所当然，只有真的受到损失了，澳大利亚才会假模假式的回来求和。求和也只会嘴上求和，实际行动是一点没有的。我国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在上月的记者会上就表示，澳大利亚不能再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别指望一边背信弃义，一边说几句漂亮话就过去了。不管是第10次还是第100次求和，如果澳大利亚还是只有嘴上的求和，中国是不会搭理的。基于中美当前的对抗态势，有人认为中美之间一战的风险十分大，但是也有人断言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给出的原因是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我们知道，碍于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有人认为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核战争，那么整个世界将会不复存在。然而，美军的一系列动作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核战风险仍然存在。实际上，美国随时都在准备打一场核战。不久前，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国防预算需求文件，其中强调美国接下来将会重点发展核武器。试想，如果美国没有打算将核武器用于战争，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如此急切地要求大力发展？更加危险的是，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表示，在中美对抗中，美国应该考虑在执行军事行动时，向中国领空派出可以携带核弹的 B-21以及 B-52轰炸机。而为了使美国的这一军事设想看上去符合道义，美国还拿中国做挡箭牌。其认为，一旦中美开战，在接收到美国的袭击预警时，中国的预警系统并不能快速地分辨是否是核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臆测称，解放军并不想等太久才做出回应。显然，美媒说出这番话是想表达中国可能在战争中率先做出核反击。因此，出于这种担忧，美国需要先发制人，使用自己的重型轰炸机加核弹组合来防止可能出现的核冲突。与此同时，美国近期还在炒作中国核威胁论，表示中国核武库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2年居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实际上，外界普遍猜测的中国核弹头数量也不过才350枚，同美国的5800枚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要说核威胁，怎么也轮不到中国。而关于这一场核战可能的引爆点，美国方面也早有设想。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就曾警告称，当心中美因为中国统一问题而爆发核战争。尽管战争风险广泛的存在于中国沿海周边，但是在台海问题上爆发战争的风险最大。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还没发展起来时，美军高层中就有人偏执地指出，宁可遭受核打击报复，也要阻止中国的统一大业顺利进行。
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是，在如今中国发展势头已经很难阻挡时，美国利用核战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的想法必定更加普遍激进。从这一层面来说，美国可能会不小心触发同中国核战争，并非是危言耸听。对于美军这样的险恶用心，我军需要万分警惕。近日，伊朗相关部门对外透露，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按照承诺解除特朗普时期对伊朗包括能源在内的所有行业的制裁。这些年来，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全方位的制裁，除了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创收来源石油以外，还有伊朗的银行、保险、汽车制造以及航运等方面，就连伊朗个别重要人士也没能逃过美国的制裁。如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这意味着美伊关系很有可能将迎来重大转机。可让外界好奇的是，为什么美国突然向伊朗释放友好善意，在没有惊动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如此轻松惬意，简直与以前因美军刺杀苏莱曼尼导致爆发导弹战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该事件发生后，伊朗对美国有多恨，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虽说拜登在上台后向伊朗抛出了和解的橄榄枝，外界都认为伊朗是不会轻易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更不用说现在的和解了。难不成这背后真有什么别的原因？真要说起来，分析认为很有可能与中国有关。中国和伊朗前不久达成军事协议一事，令美国媒体非常恐慌。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伊这一协议无疑是在向美国释放危险信号，明确告诉美国两国是盟友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此次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很可能是想借此重新拉近美伊之间的关系，不让伊朗向中国靠近。其次，美国也或许是想通过解除制裁的方式来暂时缓和一下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毕竟现在的美国要面对中国这样的高级别的对手，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招惹伊朗了。这也就近期美国费尽心思要跟俄罗斯缓解关系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想集中全部精力对付中国，而不是分心在这些不算太重要的国家身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不希望伊朗真的去美元化，这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只有缓和关系，或许才能阻止去美元化的事情发生。上述也都只是猜测，但总的来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其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就如我国人所言，拜登算是下血本了，接连向敌对国家释放激进信号，就是想要从这些国家抽身出来对付中国。这也一度令国人倒吸一口凉气。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美关系的恶劣，铁了心要对付中国。可见两国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样子，随着事态的发展，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张。对此，我国必须做好一切准备，面对失去理智的美国，时刻都需要警惕，以防该国狗急跳墙。